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宣彤，欢迎收听及欢迎收看我们财讯的听了才知道。那今天呢，这一集我们的节目呢，是希望来跟大家谈百年巨人重新崛起，也就是独家解析大同集团的转型秘辛。今天呢，我们的来宾是撰述委员游小燕。欢迎小燕，就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燕。好，小燕，我们先来跟大家前情提要。这一期710期，你做了这个大同集团1000天的变局幕后啊。那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题目？邀请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呢，2024年今年也是我们财讯50周年。回首过去，我们陪伴的读者一路从季刊、月刊、双周刊，再到网络跟影音，但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跟坚持。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频道的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哦。因为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大同是一个100年老店，它成立超过100年。是，你知道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想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每一家都有一个大同宝宝，还有最重要的是有个电锅，对不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大同它的广告是洗脑神曲，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我有小时候有听过。你知道吗？听过吗？大同国货好，对不对？就是叫大家那个买国货。所以大同它其实在台湾的历史上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牌。但是呢，2000年的时候，它正式的它的经营权改组了。以前是大同的林挺生、林蔚山、林国伟这林家，那后来就换人了。然后到最近呢，大家会发现说，大同的股票，它的股价创了29年来的新高，大概也不过72.5元，就盘中最高是，这已经创了29年来的新高，因为它23年没有发股利。其实这是对一个100年企业来说比较不可思议，因为它可能前面经营有一些弊端，或者说之前有一些中华印馆转投资面板这些的亏损的问题，所以它就造成它23年都没有配发股利。其实股东是很伤神，可是现在呢，它居然股价跑了29年新高，甚至4月中好像有一天创了46.6万张的大量，那就吸引大家注意到说，难道我们这个大同集团是不是已经重新又崛起？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要来仔细的谈这个题目，我们要非常客观的，我们看到的跟我们听到的可能有些不同的，那我们就来讲一下。那现在我想先请小燕你先很简单告诉我们，到底这经营权的变化这段时间到底人的方面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其实要从2018年开始，对，当时候就是外传就说，台商郑文义郑董，然后跟这个三元建设的董事长王光祥，就是他们其实在外部一直在收了大同的股票，其实号称对外收了超过 50%，对，然后有能力可以改变整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权，就是俗称的市场派嘛，对，那他们也就是挑战了这个公司派，然后终于在2年后20年就是成功就是入主大同公司，就是完全拿到经营权，对，就进去里面，对，是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就请林文渊先生林董来当第一任的董事长，因为林文渊就是在社会的这个形象啊，在市场形象都蛮好，也善于沟通嘛，对，然后可以作为一个公司派跟市场派的互相的桥梁跟衔接。那其实他做不到50天而已，然后所以大家也觉得说，哇，这是你们就是在搞什么啊？怎么就这样搞不定？大股东也积极，就是又马上找来这个卢明光卢董，对，来当这个董事长，然后后来卢董也找来这个何春生总经理，就是这2个人就是形象都真的又蛮好的，对，大家都觉得说哇，真的可以相信说，他们2个可以好好治理大同。那其实他们做了也不到1年，大概1年多左右就又离职，因为他们就说，他们已经完成他们阶段性任务了。那就是一系列就是觉得哇，人事变动好像很大，又短期内又换了董事长，又换了总经理，就觉得这家公司乱糟糟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人事是这样。然后所以至今到现在，他们其实已经换了这个3位董事长，就是刚刚讲过前2位嘛，后来就王董他就自己进来当董事长，还有就是换了6个总经理，然后现在是第7任，就是沈伯言来当总经理。所以这1年多来，才觉得说好像这些纷纷扰扰比较没有那么出现那么多纷扰，然后人事比较暂时的安定，那就可以好好往这个公司治理的方向进行。对。那小燕，你刚刚提到是王光祥跟台商郑文义嘛？那王光祥他比较有名的就是他整合了这个台北市正义国宅，现在是下面是星光3月，然后上面是 Diamond Tower 嘛，台北之星这个对是豪宅，对，他是一个建筑业蛮大咖的。那
可是除了他们2个，后来好像又多了2个。是为了要再巩固一下经营权，他们又再请了2位外面的朋友啦，就说来支持一下大同，所以他又引进了这个西门町的大地主叫吴振龙吴董。对，那吴振龙在外面有一个绰号就叫狗嘴党，因为就是为人很 nice 啊，然后又常常笑得很开心。是对。那还有另外一位股东，第4个股东就是蒋东俊先生。蒋东俊呢，他就是过去曾经是担任过精英电脑的董事长。对，所以他对科技业、对电脑业都非常熟悉。那其实蒋东俊会进来，就是外面也有传一些插曲啊，就是说其实蒋东俊他一开始不是想要投资大同的，他对精英有兴趣，因为他之前治理过精英嘛。对，他当年是借壳精英进来的。对，所以他对精英非常有感情。是对。那大股东知道说你想买精英，可是他就引导了蒋东俊说，不如你来买大同，因为未来大同就是要慢慢的对精英的掌控权会越来越多，因为当时候精英宝成也持股蛮多的，所以后来就在去年的时候，大同就果然就把这个宝成在精英的持股就都把它买回来，所以现在对精英的控制权有 48% 左右，也是蛮高的。所以就是蒋东俊就等于顺理成章，他虽然是大同的股东，但是他也成功了，就是对精英这方面有掌控权就对了。对，也就是说现在的大同就是4大股东一起共治。对，所以最大的股权是王光祥，再来是郑文义，再是这个吴振龙，然后才是蒋东俊。对，这是目前的排行。但是其实一直因为大家知道，刚刚宣彤姐有讲到，就是每天的交易量，就是之前股票热门的时候，一天有46万张，有几十万张都在丢来丢去的。对，所以现在的股权就是可能之后再统计又不太一样。好，至少到我们目前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是4大股东共治。是。好，我们待会会再谈后面的市场上听到一些质疑。不过呢，现在我们先讲3年半多，王光祥执掌这个大同之后1000多天，到底现在他们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最近股价会涨。它现在主要的结构跟公司的架构，我觉得是架得蛮清楚。因为过去就是林郭的时代，公司投资很多，然后没有一个系统跟主轴，然后也没有好好的整理公司的强项或是什么的。那现在就是有请的这个总经理就沈伯言嘛，他就把公司就是主导成这个6大核心事业，然后先整理公司。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事业是现在大家蛮夯的一个电力事业，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美国基础建设也要换电啊，然后台电也有强韧电网计划，就是全世界开发国家都要换一些电。可是大同它其实是这个100年老店，它在电力相关的这个技术经验就超过60年，像是什么电线电啊，还有变压器，大同都有做。那我们知道之前的重电三雄啊，股价也是标的这个华城、中兴电啊这些，是他们其实都只是做某部分，但这些技术大同都会，只是这个技术已经沉睡这么多年，4大股东就发现说大同有这个技术强项，那就可以去申请这方面的要这些业绩跟订单。结果他们就是在今年4月的时候有拿到美国的这个 UL 认证，就等于说以后我的这些重电设备也都可以就是外销到美国去，我获得这个资格，然后也很快的马上就已经有订单了，今年底就可以出货了。这是他们在这方面布局，他们有看到现在电力事业就是获利是好的，然后也值得长线这个布局的，所以他们就是切入这块。大同是我们台湾重电业的前辈，对，他的技术底子至少60年嘛。他创立的时候，华城都还没创立。对，可是他因为后来投资太多，我们根本就完全忘记了大同原来是重电也很强。对，所以现在他们也开始在攻重电这一块，希望把大同现在的形象往重电这一方面凸显出来。那刚小燕也讲到，他们确实也拿到了这个美国的 UL 实验室的认证，这才可以表示你可以出口这些电力级的很大型那个电力设备到美国去抢美国的1.2兆美元的这个基建的商机。对，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现在的经营时机，你虽然拿到认证，但是能不能接单是一回事。当然他说有接单，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出货才算。这个投资人就可以自己去检验。对，但是他还有一个重点是，他23年没有发股利，是那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发股利？他其实不是重电，其实应该是要赚钱的。当时候大股东会进来，就是王光祥也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买大同的股票就像买土地一样，对，因为他也不会言说他看上就是大同有47万坪的这个土地资产，那这些土地资产呢，其实非常惊人，超过90%其实都在北台湾，都是在这个精华地区，像最知名的就是大同总部嘛。大同总部延伸到整个大同大学，中山北路，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最精华区的地方有1万多坪呢，然后到现在都没有资产重估过，
就是他是看上了这个资产之后，那他也有想说要怎么样活化再利用。当时候王光祥又跟我们分享说，他在刚接手的时候发现前朝啦，就是他们花掉了特别公积250亿元。特别公积就是一个，他如果没有弥平去补足这个特别公积的钱，他是没有办法发股利的，这个是主管机关规定的嘛。对，所以他们必须要先赶快去弥平这个特别公积，所以他们就是成功的在今年3月的时候就把这个芙蓉大楼，他持有63%的股权，他就把它卖了130多亿这样。那等到这个钱进来之后呢，他就可以弥平这个特别公积的这个亏损，那他就可以发股利了。其实我们都有听到说，这个公司非常希望能够在今年下半年，因为他们是半年配一次，希望今年下半年一定要发股利，就是强力现在都在积极努力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说实话，发股利对大股东自己也是一个好事嘛，对不对？所以大家的那个目标是一致。所以我总结一下，刚刚小燕讲，就是说以大同母公司之前用特别盈余公积去打消这个累积亏损，那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特别盈余公积的这个水位补回来。那现在大概还差一些，大概差100亿以下，可是他卖了芙蓉大楼，可能这个财务结构就可以改善。平了，那平了以后，他依规定以后赚的钱才能够拿出来发放股利。那他接下来要赚的可能就是除了房地产可以活化以外，还有就是重电，这重电是大家现在市场上的希望，那我们就是拭目以待。是好，那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大同母公司，可是其实大同它是一个集团，因为它之前投资很多。其实我们都知道，集团是可以发挥相互的影响力。当你衰败，像之前华影可能拖累了面板产业，拖累了大同，让彼此之间就是一直往下沉沦。可是呢，现在他们也希望集团力量能够一起往上。其实大同有4个上市公司，大同，还有你刚刚讲精英。还有福华、大士科，大概目前是以这4家来说，那他怎么样的去把这个整个集团拉起来？那第一步可能必须要聚焦，因为以前刚刚你讲了，我们都不知道大同在做什么，都讲不清楚。那现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刚刚说沈伯言嘛，沈伯言当了总经理，他是38年的大同宝宝，对，他非常清楚，所以他后来把它聚焦成几个核心事业，你可以帮我们讲。他把大同就是用减法的方式归纳统整出6大核心事业，就是有电子代工，电子代工就是精英电脑跟福华电子，还有电力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些重电啊、电线电缆啊，都算在这里面，还有智慧电表。对，那其实大同智慧电表也蛮厉害，大同智慧电表是全台湾市占第1，还有外销到日本去，然后是唯一有外销到日本的台厂。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对，就是默默的藏在里面，因为其他事业更大。光是电表，他说1年营收就有20几亿嘛，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对，然后还有系统整合，就是大士科的部分嘛。对，那再来就是这个消费电子啊，大家都知道大同还有做电锅嘛，然后做一些什么家电啊、家电用品什么的。对，然后再一部分就是不动产，不动产就是有100%的子公司就是上市资产来负责不动产这块事业。第6项的事业就是新能源及其他，这个也是他们未来会一个蛮重点，也是一个等于现在国家发展策略，就是能源啊，然后电力啊，其实也都很重要。就是像太阳能啊，他们有在做储能的这个系统跟智慧的电网部分，都是挂在这个新能源跟其他事业里面。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些事业其实好像就是跟这个能源解决方案未来会有一些相互的关系跟关联。对，这是大同集团现在的这个6大核心产业嘛。刚刚小燕已经把这个，包括精英是属于这个可能电子代工，然后福华现在可能也是电子代工，可是它将来可能也会转到新能源等等这些所以现在它是6大核心产业。那我现在还是要回到这个人和，因为他们是虽然4大股东，可是他们不是同一个家族出来的，所以4大股东目前他们是，据王光祥的意思是说，他们现在非常的和谐，每周都会开会，那到底这4个人他们怎么样的分工合作？那他们又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经理人可以让我们更信服，说他们一直在往正面的方向走？他们其实这次独家专访到他们3家这个董事长啊，这也算是媒体第一次就是访到整个大同集团3家董事长一次就受访，这样也可以互相就是知道说，他们彼此讲的话有没有什么关联性。采访完之后就觉得说，王光祥跟我们分享，他其实是蛮授权经理人，然后我们采访经理人，其实他们也跟我们说，股东都非常授权他们，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给一些方向，然后或给一些他们过去做生意成功的方法，但是不会直接去干涉你太多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因为他们请来的专业经理人都是过去在自己的领域上面都是算一方之霸的，也是厉害的，也是有名的啦。举个例子，对，就譬如说那个
钟一文他现在是精英电脑的董事长嘛。钟一文曾经是鸿海当年很多年前大家猜测鸿海的接班梯队的年轻梯队，那个时候就有钟一文的名字。是，对，所以也是很响亮的嘛。是，对，那过去就是帮鸿海管了这个机电事业部的事业群当总经理嘛，9000亿的营收，然后管了6万多个人。对，就是哇，这个可以把一个这么大的事业体都管得蛮好，然后都有赚钱。来到精英这个当董事长之后，哇，精英的年营收大概就200亿左右，就是他连大家都管得好，小的一定也没问题啦，所以也是蛮厉害的经理人。他就有跟我们分享说，蒋东俊这个大股东的确对精英就是有蛮多的感情，就是他是希望精英也可以好嘛，但也授权他，但是也跟他分享一下过去怎么成功的这样。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现在4大股东呢，就是刚提到王光祥，就是一开始进来大同的嘛，他就是负责这个电力事业。其实王光祥他也是海洋大学这个人机系毕业的。我们一去找他采访的时候，他不是跟我们分享说，台湾的这个电力的设备我从头看到尾，然后看他的眼镜啊，跟我们分享这整个过程嘛，他也很有感觉。那他就是负责整个现在大同公司，他是大同董事长嘛，他就负责整个集团的互相协调啊。对，因为他其实人也是笑笑的，也都身段柔软的，对，也是很和气的嘛。对，那在吴振龙呢，就是一个西门町的大地主嘛。那他的强项其实也就是不动产开发跟建设。那所以他现在就负责这个上市资产的董事长。所以其实这次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福隆大楼就是卖掉。其实也就是那个吴振龙有听说，就是他跑去问大家说，有没有意愿要买，然后就卖掉，这样也算他的功劳。那蒋东俊就刚刚有讲到，他就是喜欢经营嘛，因为曾经当过经营的董事长。那郑文义呢，其实就是没有挂职，也没有负责什么，但就是负责集团内4大股东一些沟通协调啊。因为郑文义他在大陆在日本的投资过去都很成功，所以有累积到不少钱呐，所以其实他也可以提供一些海外投资的一些建议跟方向。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4大股东，包括至少我们从王光祥跟吴振龙来看，他们两个其实都是有营建业的背景，可是他们现在王光祥就负责电力这一块，但是他把这个资产部分，大同的资产让给吴振龙去处理、去经营，然后这个郑文义可能是全部的都有沟通或者对外一些帮忙。蒋东俊就回到他最喜欢的精英这一块，就大家各司其职，4大股东共治，可是各司其职，目前是一片和谐跟相安无事的。对。不过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当然都是讲说大同这个好的方向，所以他最近才会被受重视，他的业绩才会稍微上来，或者说股东啊愿意去买卖这样。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做一个媒体的一个客观的，就是说其实。我在想以我个人来说，如果今天我是生意人，我4个人大概就是我当然一定有共识嘛。我买股票，我就是希望这家公司好，这家公司好呢，我也有社会责任，有尽到义务，然后呢，我自己的股票也会增值，我也可以拿到股息，这是对大家都好的。可是我们不能否认说，4个人其实来自不同地方，就是大家。我们常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也不知道这4个人背后自己有没有什么难念的经，所以他可能这个人事之间，你觉得有没有听到市场上一些什么样的耳语，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征兆呢？是，就是大家对于这个4大股东齐心要让公司可以发股利啊，然后可以变赚钱公司，这个是一定有共识的。对，所以股价现在才会一直慢慢向上，有做出成果来嘛。那但是在这一波，就是股价的整个一天成交量有30-40万张这样子，这个量真的非常的大，就是大家就在猜想说，哇，谁有这么大的，每一天可以丢出这么几十万张，一定就是大股东嘛。那就是不是有大股东就是丢出来给别人接，或是又给谁接走了？对，这个是我们现在就市场上的耳语啦，就是值得我们在后续的观察。或许这个4大股东之间的这个他们的持股可能还会再变化，也不一定。我是听到就是蒋东俊跟这个吴振龙是一直在收股票啦，因为他们觉得大同其实还是不可限量，因为。我今天又问到了一个，光是重电跟这个土地，其实对，因为今天还有一个问到一个，又是番外篇啦，就是其实大同的土地资产都没有重估过，是对，然后未来这2年如果可以重估的话，哇，那个价值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对，所以可能讲1000亿还算保守了，是不是？太保守了，因为我今天听到的数字好像有那个7-8千亿都有，因为它是在47万坪，而且都是在北台湾比较多。对，你光这个刚刚我们讲中山北路，你是土地资产价值算这个钱，但是你没有算到开发完之后，它又可以创造多少的价值，哇，那个是可以倍数上去的，这个大家可以期待啦。
是，所以刚刚意思说，其实当然最重要还是大股东要一直和谐下去，一直为这个打拼。那当然这永远都是一个小变数，虽然我们没有在唱衰，我们也没有在特别吹捧，但是这个确实是市场上在持续观察的一个方向哈。譬如说刚刚你讲的那个40多万张、30多万张，那个东西谁倒出来？那当然目前看起来也许不是他们，可是大家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这个想法，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一直想要说，我赚钱，假设我今年芙蓉大楼这个进去，我就可以开始发股利。但是你觉得，大概什么时候比较有可能达到说他们想要发2-3块这种比较让人家那个兴奋？因为我们这次采访那个王董嘛，他有跟我们分享说，他其实目标是希望说大同会长年来都可以每年配2-3块，这个是当本业跟这个旁边的事业都起来的话，是有这个目标。但是我后来就算一算说，他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实他最快的是到土城有一个很大案子，大家都知道叫大同庄园，他第3期呢，就是他到2027年他才会完工认列啦，所以就说当时候才会有比较大的就是100亿元的钱进来，还有综合的这个联开案也在这个大同庄园之后也才会进来，因为现在都正在开发嘛，所以它距离这个2-3块这个目标，然后要在不动产比较稳，在上市资产这块的话，我觉得要3块的话，应该要27年啦。对，除非在重电设备这边卖给美国有非常大的这个好的成绩单，然后非常显著的，才可以提前达成。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后来把它盘点一下公司，就是他们还有一笔就是中国华映的判赔这件事情，就是要判赔这个131亿元，哇，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是一个变数，对，这也会是大同未来想要发股利，然后但是会影响公司业绩的一个变数啦。但是我们有跟王董求证，他有跟我们说，他现在都在希望朝和解的方向进行啊，他是觉得和解方向进行的几率很大，对啊，不过确实这个变数还是存在的，这也是会是个变数。我就在做最后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就是说刚刚小燕讲到，就人和是一个大同集团转好的现象，但是它也可能是未来的变数，所以这持续都要观察。那现在大同集团的包括子公司，它确实都是正向发展的。那我以大同来说，至少它的重电接单，那大家接下来就是要观察它这个美国的那些重电已经得到了 UL 实验室的认证了，它到底出货，真正出货一定要反映在营收上，那才叫。所以大家第一个要做这个大同本身的重电的接单是不是真的很顺利？对。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精英，其实钟英文有讲说，精英它会开始培养，比如说工业电脑啊什么等等 PCB 小金鸡哦，那我们要独立挂牌，对。所以精英接下来的这些转投资的小金鸡也要注意。那还有一个福华，简单讲就是福华它在印尼有投资这个森林嘛，森林碳权，对，他想做这个碳权的生意。那不过碳权不是说你只要有森林就可以买卖碳权这些，而是要有第三方认证。那他现在第三方认证已经走到差不多一半了哦，也许大概明年就有可能，还是今年底，我不最快今年底到明年，到明年之间，如果他拿到那个第三方认证的时候，他可能就开始做卖碳权的销售，对，他就做碳权交易，所以这个福华的可能就要观察这一点。那大士科的话，我们之前的采访，我想大家可以去看我们710的这一本财讯哦。大士科我们有采访董事长，那董事长也跟我们说，他可能就想利用一些他向金城资讯看齐，用一些并购或者投资策略来让他这个大士科继续更壮大。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未来可以持续观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86集，主题是独家直击波兰成为台商前进欧洲的新跳板，政经实力大跳升的关键。好，我们这边有些财团的留言，一位陆菲菲说，财讯的节目内容丰富，说明详尽，支持直航波兰。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那个采访团队去波兰，光飞过去就19个小时，因为它没有直飞，你还要转机，还要等待，所以19个小时，所以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直航波兰了。第二个是财团 Robert， 他是用英文写的，不过他基本上就是说他来自华沙的问候。他说波兰爱台湾啊，这一点非常的感谢这位 Robert。 那小叶你再告诉我们一下，上一集这个波兰专题也有很多人给我们赞助，不管是赞助多少钱，你念一下名字好了。S 松树他赞助了70块，还有 Jasco 他赞助了这个美金4.99元，是对，还有这应该是徐嘉诚好赞助70块，还有 AI 圣经教室赞助了我们30元新台币。好，我觉得其实不管金钱的多寡，其实
就我这主持人角度来看，我真的很感谢给我们按赞、订阅、分享，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大的鼓励，非常谢谢这一些财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小燕的分享，谢谢宣宏。如果你还想更多的内容呢，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同时呢，现在也是财讯周年庆的时间，欢迎大家踊跃的订阅。听了才知道，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